欢迎收看，我们这个是我们全新节目的第一集啊，对耶。但是我们好像有点不太有那个进入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系列呢，现在是录到第5集了，但我们其实这一集是第1集，这是我们的全新节目，可不可以一起聊摄影？可不可没有赞助？我觉得你好像主题又念错了。我又念错了吗？可不可以聊摄影？没有一起是不是，没有一起，只要跟你一起。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全新节目，可不可以聊摄影？可不可没有赞助？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这是第1集，所以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今年的下半年呢，我们会1个月会有1集这种访谈性的节目，来邀一个我有兴趣的摄影师，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来聊聊在不同领域对于摄影上面的一些想法。目的是因为我们频道其实能够提供相关摄影的资讯呢，其实是有限的，因为毕竟我会的东西就那么多，不是到尽头了。到尽头了，领域就是比较受限一点，我不可能什么都会拍，但是常常会有些观众说，可不可以再讲一下，比如说拍昆虫啊，比如说拍水下啊，我真的是不会潜水啊，我真的是没办法，所以我觉得，那不如我们就弄一个访谈性的节目，让专业的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领域的一些幕后的秘辛，或者是每个领域的摄影师赚不赚钱。那如果要劝退大家的话呢，也可以让这些讲者在这个时候赶快宣传，别来，快走，别再来了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第1集的来宾，你要找一个有上过我们节目，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且大家都有听过名号的，享誉国际的，真正顶尖的总统钦点的，我们的国色猴子。没有人拍手，旁边坐一堆人都没有人要拍手。OK， 那我们请猴子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是谁。刚给一个很大的 title， 还不知道是谁，不是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可能还是有些观众不知道猴子是谁，简单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猴子。好，就这样 ，OK， 没关系啊，好，大家这样自我介绍，好啊，随便。好了，那猴子哥是一个，就是他现在是有正职的，他在台湾高铁上班。台湾高铁，没错。那他兼职的时候呢，就是在拍一些跟体育相关的赛事。他让我最羡慕又嫉妒的就是他有去拍 F1 现场，而且不是像我们这种，我觉得第1集我就看你们两个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集结束掉。就是他不是像我们就是观众买票然后去蹭拍，他是真的就是有进入到就是赛场里面去拍摄。之前你是不是有买票去林路站拍摄？对啊，他要笑你了，他笑你。没有，你买票？不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他对买票的那个摄影师还蛮不错，因为他把后面都围住。其实很多人想要跨越那个很好的点拍，但其实他把它围住，真的只有你买票的摄影师才可以进去。他也有发背心，对，那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就是给来拍的摄影师还蛮不错。当然，因为他票卖很贵啊，真的，而且他有分级。林路赛道多会赚钱哦！你的那个背心哦，那个就是你的身份，就是种姓制度，你知道吗？它是分很多区，就是你有最贵的全区域的，然后也有就比较便宜，就只有在某几区的，然后最低下的那个贱民就是只有那个赛道票，你只能在那个外围，就是它大部分地方都包起来嘛，樱花那边对，你就只能在那些没有包到的缝隙中拍照，你就属于那种下人，就是只能在缝隙中拍照的人。你买最低阶的那个票很抢，不是你根本买不到，你根本买不到，那个很困难呢。哇塞！对，那你当初怎么有机会能够拍到 F1 的围场里面？就因缘际会嘛。首先呢，就是先拍到奥运，然后奥运认识到，讲得很随便，就没有，因为我先拍了奥运，那我就刚好有机会可以拍 F1。对啊。真的，因为你去奥运，其实你去拍很多赛事，你会认识很多国际的摄影师，对，那这些人有可能是朋友，那你可能也会一直联络，但有些人未来可能会协助你或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当时怎么有机会拍奥运？我之前有加入一个媒体抽签的，奥运的摄影签就是好像只有5支还是6支吧，那基本就是你知道了。对，看运气。人家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你可以去拍奥运。我说没有啊，就运气抽到，真的是抽到的。所以运气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你所在的那家媒体抽到这个名额，所以刚好就是这家媒体的摄影师。对，所以你就才有机会去。对。所以因为在奥运上面认识了一些其他摄影师，对，然后因缘际会得到了可以拍摄 F1 场内的这个机会。对，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就是看你运气。哇，对。因为一开始我最早投资做摄影的时候是婚摄，那你当时就是开始从婚摄开始，那你接了大概多长时间呢？大概1年
1年半左右吧，反正就是从认识的人开始接嘛，对啊，就有机会就拍。那怎么会就切到体育吗？对，没有，就刚好就有机会接到体育这个线，然后就进去拍了，那几乎就把重心放在那边了。讲起来，大家听起来就是那我就因为刚好有机会了，就拍朋友就可以结婚生，好像刚好就有机会了，就转到这里啊。今天的故事标题就是天之骄子。对，但我觉得很酷，因为你知道他前阵子其实有上别人的 podcast，就是他有讲到他以前其实就有想要成为球员的这个梦。本来想要成为球员嘛，那爸爸就觉得还是读书好，那就去了一个专门读书的学校。我大概在国3还国2的时候，立志就是希望成为体育主播。那我退伍的时候，第一个面试也是体育主播，未来体育台，那就没有中嘛，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中。好，第二个职棒杂志，好，还是没有中。第3个呢，台湾高铁中了，台湾高铁啦。这个顺序是怎么跑出来的？然后没有想到一坐台湾高铁，下个月就满20年了，没错，对，好快，超厉害。然后你也没有想过，因为我本来写部落格，其实我比较意外的不是你做20年了，是因为台湾高铁20年了。如果加新建期，可能30年。哇，对，因为我们有些同仁是新建期前就已经在里面了，我们是营运前进去的，所以大概差不多时间，就是你进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刚好才开始营运这样子。你在高铁的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其实我还蛮有兴趣，因为我们一般都在聊摄影的东西，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聊过。高铁，对，偏要聊高铁，你是想要讲台湾高铁这一集？是有在真人吗？招募的有，其实一直都有。对啊，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反正你那么爱南北跑嘛，对不对？不如就直接做这份工作，真是有道理啊，对吧？所以呢，你在高铁的时期有没有什么蛮特别的？疫情吧，疫情真的就都没客人了。对，你们疫情有停过吗？高铁就是有全停过？后来有梅花座啊，就是一台车子人坐几个人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觉得很大一个转捩点是疫情的时候，刚好是我要去拍奥运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抽到那个签嘛，对，然后老板就很紧张说你会不会去？因为如果你抽到签没有去的话，你就可能就除名，以后你们公司要再报就对，肯定的。因为虽然奥运是延隔1年，就是本来是2020嘛，然后延到2021，对，然后2021的时候其实疫情还是很严重，对，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其实是要审到就很麻烦了总经理的成绩，因为你不能随便出国对，而且回来要隔离，对，所以我假都在那边都差不多用掉。那一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真的那一次真的是，我觉得算是人生中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对啊，希望不要再遇到疫情之下，然后可以去奥运。对，那我们回到我们的 F1，对不对？对，你是想要倒回 F1？那在 F1，你觉得你真的进去拍，你觉得感觉如何？感觉呢，就是快门怎么不够快？怎么看到了，然后就按下去，怎么是要车撑了一半，差不多这样子。其实像你拿到媒体证，一个是你有机会进去拍，第二个我们可以上赛道，因为人很多啊，人很多，有些摄影师去赛道拍，有些摄影师因为我们会申请那个位置吗？就是你可以进维修厂，对，维修区，然后还有这个要另外申请，对，就是它是会有分，等于说你们还是有分等级，所以我们在外面有分等级的，你们里面还要分等级，有，你一定要把人类分这么多层次，这个世界这真的是，有时候你只是有参赛权而已啦，因为像亚奥运也都是，因为它有分，比如说 Getty 或是路透社、美联社之类的。那你进去拍，他们可能都是永远在很好的位置，那你可能就是后面的摄影席，然后可能跟观众坐在一起。像 FIFA 这次世界杯就是啊，你看很多摄影师在下面，但因为摄影师人太多了，所以很多是在观众席上面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那个照片是从很高的角度。但我觉得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在最好的位置，所以我没有办法拍到最好的照片。这观点是啊，我一直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也是从媒体，就是从那个观众席上面拍的。对，那我觉得像今年跟去年有2张照片，我自己很喜欢的照片是去年世界大赛最后一场道奇封网嘛，在蓝鸟封网，然后有一张很棒的照片是最后投球的是山本由伸，他投完之后，反正他们拿到冠军，所有人涌向他，然后他是唯一一个抬头的，然后那个就是上面的摄影师在观众席上面的摄影师拍到的画面，因为你如果是平面的摄影师，你又拍不到。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之前西罗这一次的赛会也是有一张类似，所有的球员有，然后也是上面，对，那是一个新加坡的摄影师拍的，然后后来那个摄影师就变超红。我觉得我那时候看频道的时候，我觉得老师讲了一个很好的观念是，
通常如果你是主色婚摄主色的话，你必须要拍到基本款70%-80%，你要把握住要交件的东西。那通常啊，其实你会比较羡慕副色拍的东西，对不对？因为它的比较弹性啊，负的责任比较小一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对这个运动摄影很有兴趣的话，自己想办法去买最前面的票。你其实就算是在一些比较可能你觉得边角的地方，那你凭实力你也可以拍出一些有趣的东西，而且那个是你可能堵在最前面的人不一定可以看到的东西。拍照我觉得最难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嘛。我不知道猴子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时代其实大家看资讯看得非常快，就是一张照片一下就过去，就你拍了非常非常多照片，其实大部分人也不会看到，但你只要有一张，就是大家一看就是有印象的。你可能就成功了，我会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说，因为说啊，我没有办法进 P 链，我没有办法就是拿到媒体摄影的，我没有办法站第一排，我没有办法拍到好照片，就我觉得也不会是这样子。我觉得蛮多观众应该也蛮有兴趣的。猴子现在有在拍哪些类型的运动赛事？运动赛事通常是棒球、篮球、排球嘛，然后综合赛会。其实我现在比较偏向形象类的，或是商业的，因为我觉得那是你一开始是你可能需要有机会。进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有一些作品，对，那有作品之后，你要开始，有没有办法敛财？没有啦，就是有没有办法？你不能总是都是梦想，没错，梦想跟现实是对要平一半，对，那你要想办法，可以接到案子。对，比如说我们频道现在有一堂全新的线上课程，在资讯栏大家自己看，不可能你完全靠着热情做什么事情做一辈子，你其实有收入。我觉得是更好push热情的一件事情。对，你可以把你的热情做的，把你的梦想做得更好。对，因为像我现在就是接案，然后去支撑我去拍摄更高层级的费用。因为你用这个机会赚到了钱，你可以利用这个钱去获得下一个机会，更好的履历。对，那你到下一个机会，你可能又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对，再获得更好的。对，这其实就是一直往上去想办法得到更多的东西。对，就是你要有目标。对，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从一开始，如果今天有一个 maybe 大学毕业生，我觉得很想要拍体育摄影，第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如果你在学校可能有实习，或者像有一个体大，我觉得蛮不错，他们就会跟实务结合，所以蛮多学校去，甚至他们可以可能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出国拍摄。对，就是跟实务结合。比如说我今天修这个类似媒体什么的，运动媒体之类的，他就可以去真正实作。那这是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好，你买了相机，你一定要先有作品嘛。对。那你就是先去，我说了，因为我那时候写部落格，我都是去买第一排的座位，就是网子前，因为你才不会被网子挡到嘛。对，没错。对，那你先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拍摄的时候，有一些作品起来了，或许人家会主教你。那比如说有人在真人，因为现在会上很多人在真人嘛，没错。那当人家在真人的时候，你怎么样拿作品出来给你看？没错，对，那这就是你的作品集，你自己平常就要准备好了，先有一些作品集，对，不然你什么都没有。而且我觉得是分秒必争哦，你真的是要赶快准备好，因为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脆上，比如说这一篇在争运动摄影师，然后争完，可能一下砰就下面全部都贴完了。我觉得猴子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很多事情它其实那个机会出现就是一瞬间，然后你不能说等到我看到一个机会。你需要我有拍过什么，那我再开始想说，那我现在要，那就绝对来不及了。而是你有一点意图，比如说你今天对排球很有兴趣，你有一点意图想要拍 maybe 某个比赛或者是什么的，刚好他们有在征摄影师，但你手上一张都没有的话，你根本是不可能有机会入选的。所以在你想要获得这个机会之前，应该要先想办法得到作品。对，那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点，我觉得其实学校的比赛其实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方式，对，就是学校的比赛或者是小朋友的比赛，他们更不会拒绝你，就是你过来说，那我可以帮你们拍点照什么的，哇，那求之不得吧？或是他们费用可能没那么多，他们需要有一些新手去拍。因为有些他们可能只需要我有照片就好，我不用有什么，可能要发一个那个网页弄个什么宣传是需要的，对，所以那个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一开始会很容易把这种很简单的就当作是这个又拍不到好作品，就是随便拍拍。但其实我蛮常会觉得，其实你要把每一次能够拍摄的机会都当成是这个就是你的最主要的那个战场。对，你有没有办法把那种小孩子的那种可爱小足球，就是拍得很厉害，很生动。对，说不定你发个几张，就会有人看到说哇，你连这个都拍成这样子，哇！你来拍我们比赛岂不飞天了？那就是一个转化成机会的。而且说真的，你的 target 是谁？父母吧。对，因为其实现在
现在很多父母非常愿意投资，没有错。对不对？其实我坦白讲，你说不定去拍小学生踢足球，可能比起拍职业联赛，薪水更多也说不定的，或是案子更多。对，没错，其实是。那你这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又是练习，又是累积作品，没错，可能赚点钱收入。对啊，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入门的话，这样听起来其实确实就是先准备好作品之后，然后所以。其实体育赛事类型的，在网络上还是会有蛮多在争摄影师的，对吗？比较多是私人的啦，职业的话通常都是可能人脉啊，你经营到最后，你人脉这一块非常重要。OK， 对。好，那我们就要问重点了。好，人脉，对于一个新手，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我没有人脉怎么办？我觉得很难呢，就是好，不要做了，回家，解散。我觉得态度蛮重要的，人脉跟态度有一点可以画上等号，因为当你今天接了这案子，如果风评不好，被抛出来公审的话，或是业主觉得不开心被弄出来的话，那你就会得到机会变少，变少很多。那因为大家现在所以的传递太快了，所以如果你的风评是好的话。被人家 po 出来，这个摄影师怎样 nice， 或是合作起来很愉快啊什么？那或许你的机会就多。这我觉得这态度，你的态度也是一个人脉的建立很重要的那个。你先有作品，然后人脉自己慢慢建立。对，有时候其实就慢慢出现的，慢慢出现，不用太刻意啦。我觉得好好的把自己的名声做好。对 ，OK。那我觉得我想聊一下，在体育摄影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外界我们旁人所不知道的，可能像职业伤害啊，或者是有一些你会觉得特别辛苦，但外面人不知道的地方。特别辛苦，我就接不到案子的时候，特别辛苦。这个每一个薪水都是一样，薪水好苦跟薪水苦。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有很不错的履历跟很不错的人脉，当你在谈案子的时候，到中间的时候，又没有了。对，那久而久之，如果你是需要案子的人或是什么的话，我觉得那你要很快调整心态。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会重返到 F1？ 这原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大谷翔平跟他们道奇就是要去东京办一个海外赛 ，MLB 的海外赛。那时候我有申请，然后一开始本来有人要跟我合作，是有配的之类的。好，那后来没有，我就自己申请，然后还有前辈的帮忙。然后还是没有过，好，一气之下我就直接申请大联盟了。如果今天我那个东京赛过了，我觉得不会有后面这些。对，因为我后面这些就是我去年去美国拍了大概20多场，对，然后有这个履历之后，因为其实我拍运动摄影，我最终的目标我是希望可以进到通讯社，或是甚至成为图集的 contributor，就是我可以分润那个很不错的奖金，对，那是我的目标。对，那我一直朝这个路去走。除了我们知道的美联社、法新社跟 Getty 路透社之外，还有哪些图集？其实真的很多，可能你都没有听过。那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图集的那个，那重要的是什么？我需要是机会，没错，我可以跟美国的这个 team 合作。好，那跟这个 team 合作，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太多。他可以分润，但他分润的钱真的没有很多。好，但我觉得那对我来讲不是现在的重点。我的重点是，最后我可以爬去更高的，这是未来的事情。对，现在所有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目标而做的准备。对，然后那时候8月，我记得我那时候8月签约的时候，我们还有签约哦，就是有那个书面的签约。然后一开始我最想要做的当然是返回 F1 嘛，我问他说可不可以去阿布达比，因为阿布达比是每一年的中央站，他就是会知道当年的冠军是谁，所以会超级多媒体想要去，然后一开始就被打枪了，就说因为我们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我想说，好吧，应该没望了，应该返回 F1 没望。然后结果今年的1月，他就问我说：“那中国站你有兴趣吗？”因为他一站可能 maybe 2到3个摄影师可以去，那他就问我：“当然好啊，对，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回去。”申请2周过后，我就问他说：“那日本站有缺吗？”那他就说：“直接帮我申请了。”对，那如果我前面走得很顺，就是有去东京站的话，对，就不会有后面，因为我就不会申请后面这些。对，没错。那可能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回到 F1。没错，对。那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中间，你要很快去调整你自己的心态。没错，不管是谁，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那你要自己赶快调整。那调整完之后，你要设立下一个目标。你要很知道你自己下一步要怎么走，而不是说
为什么都没有，都是自怨自哀，或是对为什么他可以，对啊，他就是可以啊，对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心态的分享，或是你自己去调整，我觉得很重要。对，我觉得找到今天最好的主轴了。虽然说今天是第1集，但因为我们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已经录5集了，没错。我觉得好像明明是第1集，但是好像已经在做最后总结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访了好几个摄影师。其实我很强烈感受到一件事情，刚好在猴子刚刚分享的这一段上面呢，我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 feedback， 就是我觉得我们邀了这么多，我觉得在某个领域是有点成功的摄影师，都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特色，就是很积极，对，而且很正面。你一定会有失败的地方，但如果你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觉得因为我们看过太多例子，就是你就会觉得好啊，就没关系啊，就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去玩啊，我们这些对不对？在那个种姓制度下面的贱民，就是就是坐在那个小洞洞那边看那个 F1， 对。但是当你今天被关掉一扇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自己挖开了另外一面墙？对，谁说那个上帝把门关起来的时候，你不能把墙给砸了？没错，对啊，我把墙敲开，我也是看得到外面。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一整段非常非常的励志，我相信一定会有观众可以透过刚刚的分享，就是感受到，就是其实你还有办法做得更多。对，你其实还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你必须要。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 AI 的辅助，所以像语言上的隔阂，其实就像猴子刚刚提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透过 AI 的翻译或什么东西来解决掉很多过去你用 Google 破烂翻译翻不出的那个语义这些东西，现在真的可以透过各种能够辅助你的方式，让你得到非常多有趣的机会。我觉得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运动摄影师可以分享的是，如果你要拍向国际的话，你的语言是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不用到那种超强什么多益多高啊，不要害怕去讲。我说真的F1 车手其实他们的英文没有到很强，其实也不会到非常好，对，但是他们很强的是，他们马上，因为我们要去拍新闻那个记者会嘛，其实我都会认真去听他们在讲什么。说真的，我其实还是有一些都听不懂。那我很佩服的是，当记者丢问题给你的时候，然后那些车手可以马上回应。对，那我觉得那语言能力是很重要的。对，没错。对，我本来志愿是日文系嘛，但因为分数不够，所以我选法文系。但我也没有放弃哦，我出了社会，我自己去补习班去学日文。那我日文当然也没有很强，可是你会发现。从我开始学日文之后，你每次出去工作，因为其实我们遇到日美的机会很高，像大联盟，他们都是直接驻地2个月、3个月，然后甚至1年的。那你会发现，你会日文会方便很多，会方便很多，而且很多小资讯，对，很多就是因为你听得懂啊，我顺便跟你讲一下。其实我觉得愿意分享的人很多，但是万一你听不懂就没有用。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大联盟第一场道奇的时候，超紧张的，毕竟大联盟嘛，又是道奇，又是最难申请。然后我遇到一个摄影师，是因为我一直有拍在国际赛，其实我们偶尔都会遇到的一个前辈，他那天花了1个多小时带我，其实他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他愿意这样带我，那我们就是英文跟日文这样交叉，对，所以我觉得语言非常重要。玉涵有给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在拍运动场上因为有赢家就有输家，你在拍到当那些球员失落的时候，你内心会跟着起伏吗？还是你是很冷静的在拍照，当一个无情的拍照机器？我觉得如果是台湾的选手的比赛的话，你的心情是会起伏的，但是在当下你就是无情的机器，即便你在流泪了，那真的会感动哦。就是比如说在奥运或是在亚运夺金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感动到关景窗后面流泪，然后但是你当下就是要，但是你的手是不会停下来的，对，就是非常激昂。那如果输的话，其实你心中是会跟他们起伏的。亚运、奥运之后，就是最重要就是12强，我们拿冠军的那一个。那我们不是打了2支全垒打，陈杰宪打了那个全垒打，对。然后那时候哇，很兴奋哦。然后正常其实我应该会感动，我自己应该会感动到流泪，可能或眼眶泛红。但我那些都没有，甚至到最后颁奖典礼都没有。正常其实我应该当下会很有情绪，对。可是我到了隔天回去要返台的时候，我在飞机上修图的时候，哇，好有感触。在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对，真的很有感触，就掉眼泪了。然后旁边的一对情侣，那女生拿卫生纸给我说：“你还好吗？”对，就差不多这状况。对，那当下你是不能，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定力不够，他是跟着那个
兴奋起伏，但其实那是很被禁止的事情。对，这就跟我那个上次我们自己频道在聊那个双喜那个电影的时候，剧中它是有婚摄的，然后就是在那个最后那女主角接吻的高潮的时候，然后那个看到那个婚摄在后面拍手，那没有记录当下的画面，然后我们就笑说哇塞，这个要是现实的话，早是死掉了。就你说今年8月的时候，你在高铁工作就满20年了嘛？那我其实蛮好奇，有没有想过说把正职可能也换成一个摄影相关的正职工作？你调一下刚刚行车记录器，我刚没听到，把它调出来，然后放在那个画面，应该蛮好笑的。很现实的，就是案量不够啊。因为我刚刚跟老师讲，大概如果你要离开，至少要现在本薪加业外收入的80%吧，70%都可能勉强可以。那很明显的就是案量不够啊。对，而且其实我没有那么。建议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说，我很喜欢体育，然后我很想拍体育，然后我要怎么成为一个运动摄影师？可是我都会跟大家分享，我在吹上也会跟大家分享说，你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运动摄影师，因为你会饿死，真的你会饿死。你应该是活动记录，然后你再从不同的领域去发展。我其实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刚刚猴子提到一个蛮好的，就是不要太执着在于就是体育摄影师这个名分上。或是婚摄你也不要执着在婚摄你不用把自己局限在这上面。你可以接其他的商业啊，对，你可以接其他商业。你可以这一条是你主要喜欢，但不代表你只能走这一条路。对，也不要局限，就是想要做一个 YouTuber 就只能做 YouTube 上面的内容。对，你同时可以有其他的工作，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就大家会说很斜杠的时代。对，我觉得是事实。你如果在这个圈子，你发现你再怎么做，它能够给你的，假设我们今天简单讲，假设你今天你希望年薪100万，但是你今天 maybe 做体育摄影，那你今天真的有那个球队合作了，有什么合作了，你发现你怎么炸，你可能一年也许就是40万好了，我假设40万，但你还有个60万的 gap， 那你就必须找其他东西去填，因为你不是每天都在比赛，你不是每天都需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其他还有很多空闲时间。你其实不一定要做摄影，你当然也可以做摄影，你可以找可能 maybe 拍形象，或者是 maybe 拍婚礼或什么东西去填补，而是你怎么妥善运用你的时间。体育赛事假设都是周末在比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个婚礼摄影师，因为婚礼都是办在周末，会撞在一起，对，你不能找2个同样类型都会撞在同一个时间的，那你就要去找一些适合在平日的，就像我其实都很推荐，可能比如说你刚入行做婚摄，你周一到周五最好找个打工，或者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老板不太管你，然后呢可能不需要就是弹性一点的好请假的数位游牧之类的工作，你周末努力的去接婚礼，但你平日呢就是做正常上下班，薪水低一点可能也还好，但他就是帮你付房租，然后帮你做日常开销，那你真正存的钱就是婚摄赚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你比较容易在你实践你的梦想的初期，不会太快就被房租压死的一个，因为现实感很重要。没错。就像猴子哥，maybe 一家老小要顾，你不可能说我全部就砸在梦想上面，确实太危险了。对，毕竟我们家里可能没有矿也没有田，有些人家里可能有田，也许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可以卖2个田，我不知道。对，但如果家里没有矿没有田的话，那可能要走的打得稳一点，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谁知道，说不定你2个不同的领域的东西，默默它突然就结合了。就是我觉得不能太过于局限，对，不要把自己给限缩在某个区块里面。像其实我做运动摄影，然后一开始拍的是活动记录嘛，计时之类的东西，但我最希望还是可以接到形象的案子。像我去年我本来很想去拍 WBC，对，又没有过，但是我临时接到2个。就是中华队选手的形象，也是很不错，对啊，很不错啊，对，也是很不错啊，对啊。我觉得其实，因为你知道，人生就这么长，我觉得能够多体验、多尝试不同东西，其实也蛮好的。有时候这边不给你机会，说不定就是push你去做另外对，晚一点就会给你，或者就是你说不定在另外一个地方会得到不同的机会。我们做这个频道开始也是接近疫情的时候，对，你看，因为做这个频道，疫情反而没什么案子，我就专心做这个频道。现在就变成说我又可以做这个频道，我又还是可以继续接案，我2者都可以做不一样的东西。那我觉得今天的内容蛮好的，我觉得如果要讲重点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看你的命好不好，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就还有人脉这个是你解决不了的。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想获得机会，在获得机会之前，你要先准备好，不管是作品，然后或者就是你自己心态上准备，心态很重要。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不要太执着在于说你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笼子里。没错，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事情。感谢猴子哥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节目。关于这个节目有任何的 feedback 都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这一季就是会先准备了6集，6集完了之后呢，我们会依照大家的 feedback 呢，如果你可能想听某个类型的摄影师，或者是你有推荐谁，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在某个领域很厉害，你想要上这个节目，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一季的节目上完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安排下一季的部分，那我们也许就有机会跟各位合作，好不好？那我们感谢猴子哥今天过来这边，谢谢，记得加入会员哦。